咱们这个轮胎啊，到底跑多少公里更换呢？其实啊，对于这个轮胎更换的问题呢，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其实啊，判断方法很简单，今天暴弟啊就来给朋友们讲一讲，判断是否需要更换轮胎的2个标准。其实公里数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啊，他的轮胎怎么跑都跑不到公里数的极限，就需要更换了。那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轮胎呢？首先第一个就看咱们这个轮胎的一个磨损程度啊。现在暴弟先上车，把这个轮胎打着活以后，我们朝这一个方向把轮胎打出来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轮胎底部这些凹槽里边的东西，对不对？来福把车给熄火。我们看到轮胎底部这些凹槽呢，大家看一下里边这个小方块，它就是咱们轮胎的一个安全线。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轮胎啊磨损到快要已经和这个小方块持平的状态，那说明咱们的轮胎已经磨损的非常严重了。因为咱们看一下，我们拉近镜头看一下，这个轮胎胎壁它也是有厚度的，对不对？如果说持平了以后，你想想你的轮胎是不是已经跑了很多公里，已经磨损的差不多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它有2个危险性。第一个，你跑高速速度快了以后，它容易爆胎；第二个，它的因为现在马上冬天了，对不对？它的刹车性能就会下降，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这些凹槽，没有了这些纹路，它是不是你跑高速或者说冬天开车，咱们下点雨，路上结点冰，打滑，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看轮胎是否需要更换，第一个标准就是说看轮胎上面这个安全块磨损到持平的状态，这个轮胎就一定要再换了。那么下一个看哪儿呢？看咱们轮胎的生产年份。由于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轮胎是我们车上唯一一个与地面接触的零部件，说是承载着咱们的安全也一点不为过。所以说我们就要看轮胎上面的生产日期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轮胎上面找到一个椭圆形的图标，上面有4个数字，像这个4321就是暴弟这个轮胎的生产年份。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这个轮胎生产日期怎么看呢？前面2位是轮胎的生产周数，后面2位是轮胎的生产年份。也就是说，这个轮胎是21年第43周生产的轮胎。如果说你这个轮胎啊，生产日期距今已经超过了8年，那么咱们这个轮胎就一定要换了。因为轮胎它是一个橡胶制品，它时间长了以后容易风化老化。即便说你的轮胎啊，也就跑了1万公里，看起来还很新，但是里边的橡胶已经变质风化老化了。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咱们更换轮胎的第2个标准。那么如果说咱们把这2个点卡好以后，咱们的轮胎上路就不会说出现风险的情况。并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说暴弟手中拿的这个轻石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车子跑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轮胎缝隙里边有没有这些小石头子之类的东西，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如果说你经常跑高速，并且呢不知道如何去检查轮胎，那么你在高速上也会有爆胎的风险。因为这些小石子卡在我们轮胎缝隙里边以后，你长时间摩擦转动，第一个会影响咱们轮胎的刹车距离，造成刹车延长；第二个就是说挤压咱们的轮胎，让咱们的轮胎更快的一个老化、风化、爆胎。所以暴弟建议大家，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一定要在车上准备一把轻石钩。我们来看一下，它有直钩、有挑钩、有回钩，对不对？我们可以清晰的、省力的把这些轮胎缝隙里边的小石头子都给它清理干净。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跑高速时就不用担心这些石头子卡在咱们轮胎里边，时间长了以后磨损挤压有爆胎的风险。那么这个轻石钩它还是多功能性的，上面这个刀头拧下来以后，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多功能性的，里边有一个十字螺丝刀头。那么关键时刻我们也许还可以应急，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并且呢，我觉得咱们女性朋友、女司机也可以放一个在车上。为啥呢？关键时刻如果说有歹徒想要对你图谋不轨，我们关键时刻来福是不是还能用它来防身？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车上备一个还是有必要的。有句话说得好，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那么对于这个轻石钩来福去哪里购买？本期视频下方链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最后呢，暴弟和来福感谢您的支持。